經過了三旗之戰、4月3日之戰、金之戰3場決定性的戰役之後呢，室町幕府開國之君足利高氏於1333年4月16日進入京都。六波羅探題戰敗之後，5月9日，北條時重在內的京都高官432人自盡，標誌着鐮倉幕府終於失去了對公家的控制。同年5月21日，另一個方向，德川家康的祖先新田義貞將源氏的祖傳寶刀黄金太刀扔進海中，祈求龍神為新田軍開路。而後鐮倉海岸迅速退潮，出現了3公里寬的道路，新田軍士氣大振，攻入了鐮倉北大門。5月22日，北条高時在東胜寺中帶領鐮倉幕府核心行政官員283人自盡。由元代朝建立，北条一時穩定體制的鐮倉幕府政權至此終結。今天我們接着聊接下來的事情：室町幕府的建立和南北朝。這裡是巫女花散里，記得先點讚訂閱哦。鐮倉幕府滅亡後的天皇親政和發布建武德政令卻沒有帶來和平。先是1335年7月23日，足利直義他是暗殺了本來即將就任征夷大將軍的戶良親王。1個月之後呢，足利尊氏又以朝廷拖欠足利軍軍饷，不兌現戰前賞賜承諾，偏信新田義貞等為理由，明確打出了敵在皇宮的旗號。建武新政僅僅2年即告失敗。同年11月19日，新田義貞被皇子伊宮任命為大將軍，於關東發兵67000人，討伐謀逆朝敵足利尊氏。到此時，日本的分裂已現端倪。2個月後的1336年1月27日，新田義貞攻破京都。4月26日，足利尊氏又得到了光岩太上皇的支持，從太宰府發兵反擊，而後擊退了南部政臣和新田義貞，重返京都。1336年8月15日，足利尊氏他是擁立了光岩太上皇的弟弟和养子丰仁親王，是為光明天皇。足利尊氏呢，以持明院統為背書，就任了征夷大將軍，開啟了室町幕府，向全日本發布行政綱領，是為北朝。另一邊，後醍醐天皇的支持者們則是在吉野建立了大覺寺統朝廷，主張維護皇位繼承的正當性，是為南朝。日本也就進入了該國數千年歷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朝廷分裂時代——南北朝時期。后醍醐天皇呢，是將皇子們派到北路、關東、東北、九州等地爭取支持，希望組成一支龐大的北朝征討軍。但是足利尊氏作為將領的才能實在是過於出類拔萃了。地方上的南朝支持者們在戰場上屢屢受挫，反而是南朝的皇子们和主要将領的戰死者越來越多，局勢慢慢的轉向了對北朝有利。更糟糕的是1339年，後醍醐天皇自己也病重了，他只能將皇位傳給了七皇子義良親王。這都是幸好他還趕上了指定繼承人，因為就在傳位之後的第2天，後醍醐天皇便病死了。臨死對臣子們傳達遺言，討伐北朝，重還舊都，可以說是相當的悲憤。但是現在呢，南朝的實際情況是又損兵折將又新皇登基的絕對不利的時期，要主動進攻那肯定是沒這個能力，不如說現在應該防範北朝的攻擊。好在後醍醐天皇征戰一生，大起大落，在日本很多地方的勢力心中都是一位偉大的忠心君主，他的死和遺言也被廣泛同情。這份政治遺產使得北朝和室町幕府的很多行動都會被地方勢力所抵抗，他們並不能一舉消滅了南朝。而這種政令推行不下去的情況，又反而作用於北朝的自身。足利尊氏呢，基本上是屬於天才將領、政治苦手的性格，他對下面的人也是擅長激發鬥志，而不擅長管理項目。他自己也理解自己的性格弱點，所以是基本把政治事務都交給了自己的弟弟足利直義。同時，足利直義作為武將的才能也很高，當初東西決戰的臭川之戰便是由他擔任主將，後來討殺了南部政臣。那麼隨着北朝的建立，政治工作增加，足利尊氏集團的運行呢，是越來越依賴於足利直義，政權內部的各種爭端訴訟基本上都是由他進行裁決，漸漸的連軍務也變成了足利尊氏和足利直義共同管理。後來足利尊氏又將軍務交給了他的侄氏高師直，高師直也漸漸的成為了幕府中的一個核心。那麼為什麼足利尊氏要這麼分散自己的權力呢？其實他也是不得已。在臭川之戰之後呢，曾經宣誓效忠的足利尊氏因為背叛了後醍醐天皇，有時會做被戰死的舊部武士們索命的噩夢，壓力太大，就經常突發心臟疼痛而不能正常工作。後醍醐天皇死後呢，他的症狀進一步加深，於是他便以自己是武家出身，對於政治和權力沒有興趣為理由，建造了天龍寺悼念後醍醐天皇，將實權完全交給了足利直義和高師直。但是顯然，足利直義和高師直可以服從足利尊氏，卻不可能服從對方。兩人的關係很快惡化，開始了政治鬥爭。導火索是高師直主張，在與南朝的戰爭中，戰勝方搶奪土地是武士的正常行為，但是前線失去土地的人們就會找上室町幕府裁判，這就大大加重了足利直義的工作負擔。
於是足利義義要求高師直在作戰的過程中禁止圈地，高師直則是認為戰勝方搶奪戰利品是理所當然的，這也是為了戰爭的勝利。此爭端呢，在室町幕府內迅速擴大，漸漸變成了行政官員和武將之間的派系之爭。後來1348年四條罪之戰，高師直討殺了當時南朝最重要的將領南部正行，北朝的軍事優勢極大擴大，高師直的政治聲望也達到了巔峰。於是高師直呢，在幕府的會議上主張足利義一派一直在扯自己的後腿，打算將他們排除出決策核心。當然，義絕不可能接受，計劃暗殺高師直。然而，由於策劃過於潦草，沒能得手。事到如今，雙方自然不可能和解了。1349年，室町幕府进入內戰，在南北朝对立、日本各地組織關係混亂的情況下，這場內戰也迅速牽扯了各方勢力參加，最終持續了數年，即官印擾亂。不過想當然耳，在室町幕府內部呢，一直都是足利義義主導政治，高師直主導軍事。那內戰打起來，最開始肯定是高師直比較強大嘛。足利義義很快就被逼入了絕境，於是義義呢，只能躲到足利尊氏的家中請求幫忙。高師直畢竟名義上只是足利尊氏的執事，一時間也不敢繼續進攻。那事已至此，只能足利尊氏親自出面調解了。最終尊氏結合了雙方的意見，建議以2個條件達成和解：其一是足利義的2名心腹會被流放，其二是足利義下野，室町幕府的內政首腦改由尊氏的3子足利義權接任。高師直已經在戰爭上取得了優勢，因此提出了完全對他有利的調解建議。看來足利尊氏這時在2人之間確實是中立的，雙方同意調解意見之後，足利義出家。本以為此事就以高師直主導室町幕府為結果，塵埃落定。然而1350年，足利義偷偷地逃出了京都，他的目的竟然是奈良吉野，也就是南朝。足利義聲稱為了向高師直復仇而來投靠南朝，舉世皆驚。當然，南朝這邊是考慮足利家已經2次背叛了後醍醐天皇，懷疑這是苦肉計，一開始並不打算用他。但是足利義的能力有目共睹，南朝內部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最後得出結論：事到如今呢，如果沒有人能夠抵擋高師直的話，南朝是沒有機會復興的。這個角色足利義再合適不過了，於是他在南朝得到了重用。此時可能足利義也沒有想到，他的叛逃帶來了一個決定性的變數，那就是他的養子足利直東。足利直東本來是足利尊氏的兒子，但是尊氏認為這個兒子不學無術，難成大器，就把他交給了足利義，似乎是不打算要回來的那種養子。後來足利直東反而是潛心修煉，開始在足利義的旗下立下了軍功。官印擾亂前，足利義安排直東擔任長門探題，於是這個時候直東果斷地做出了他的選擇，那就是支持養父足利義從九州發兵討伐北朝。北朝則是派出了高師直的弟弟高師太前往鎮壓，結果還沒有到九州就被足利義截擊，幾乎全軍覆沒。西日本的很多勢力隨即響應直東，加入了北朝討伐軍，兵鋒很是強盛。北朝守軍節節敗退之下，足利尊氏不得不親自到前線监軍。但是即使有這個消息，也沒能阻止前線潰敗的節奏。更糟糕的是，足利尊氏走到半路時，足利義率領南朝軍隊直接進攻京都，足利尊氏於是只能轉頭防守京都。然而這種慌亂的指揮導致軍心大亂，最後和義軍開戰時是一觸即潰，足利尊氏敗逃。那看到這種情況，室町幕府軍中很多足利義的老部下們都紛紛投降了南朝。1351年2月，足利尊氏和足利義在濑戶內海北岸開戰，足利尊氏的軍隊再次一觸即潰，於是不得不求和。雙方以高師直出家、高師太下野為條件停戰，而後高師直、高師太兄弟在返回京都的道路上被足利義安排的刺客殺死，並將高氏一族滅族。之後呢，足利義返回了京都，擔任足利義權的輔佐官。室町幕府內部的形勢变成了，除了高氏一族被滅族之外，其他的看起来和后醍醐天皇駕崩時一模一樣。但是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在官印擾亂中，太多的武士支持了足利義。他們本來都想着推翻了足利尊氏之後，足利義會把這些土地拿出來分封。然而現在足利尊氏依然是室町幕府的老大，他們不僅不能拿到戰功對應的封賞，反而還要擔心尊氏的清算，不滿的人很多。另一個不安定的因素呢，是2代將軍候補的足利義權，他因為從小被高師直照顧，如今足利義又是借用自己的名義濫用權力，對義的怨恨很深，最後就是被利用的南朝。南朝和足利家本身是約定，戰爭結束之後，室町幕府要以南朝為正統朝廷，但現在什麼也沒變。那看到這些不安定的因素都是以足利義為中心的，足利尊氏不愧為足利尊氏，上演帽子戲法，帶着足利義權投降了南朝，再次承諾討伐足利義之後，室町幕府將以南朝為正統。南朝於是發布了追討令，足利義見狀就逃出了京都，他在鎌倉結合反對足利尊氏的勢力進行抵抗。
1352年1月，足利尊氏的軍隊攻破了鎌倉，足利直义被抓起來幽禁。僅僅1個月之後，直義就疾病去世，這標誌着官印擾亂的結束。但是他一個人的死，怎麼可能真的結束混亂呢？以前支持足利直義的勢力大體是倒向了足利直東，官印擾亂又使得武家中出現了隨時可以假意投靠幕府，到了不滿的時候再改投南朝即可的潛規則。那這段時間，日本的各個地方勢力有北朝、南朝、室町幕府、足利直東和镰倉幕府在新軍5個可以投靠的盟主，非常的混亂。足利尊氏呢，為了拉攏地方上的武士們，做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那就是依靠地方守護。在镰倉時代呢，守護基本上是一個地方治安官的身份。現在足利尊氏是給他們增加了判決後的執行和部分的征稅的權利，可以說是成了半個割据勢力。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守護被稱為守護大名。此外呢，從擾亂開始，在地方上集結定居的武士們被稱為國人。之後的室町幕府也是一直被國人一揆所困擾。1358年，足利尊氏因戰傷去世，結束了他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評價的一生。但是無論如何，他的死是必然會延長南北朝分立的時間。之後就要看2代將軍足利義權的表演了。不要忘了點讚關注，我們下期再見。